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我们看到美股刚刚开盘低开高走，行情依然处在一个震荡的区间之内。这个震荡区间呢，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管它叫做沙僧阴线的位置。我们看到本轮行情有了悟空阴线之后，走八节阴线组合沙僧阴线。那么沙僧阴线呢，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所以呢，沙僧阴线这个位置上出现了非常多的妖怪 K 线。什么叫妖怪 K 线呢？妖怪 K 线就是干扰了我们对下跌趋势的一个判断啊。这里的 K 线呢，就叫做妖怪 K 线，干扰了下跌趋势当中沙僧阴线的一个走势。那沙僧阴线下方呢，还有唐僧阴线，因此呢，对于美股来说，它依然有走出日线级别下跌西游的一个预期。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我们看到比特币这轮行情也正在出现一定的反弹，但它的反弹时间级别呢，仅仅构成4小时级别的反弹。4小时级别反弹完成之后，围绕反弹的这样的一个 K 线区间做反复的横盘震荡，并且呢，我们看到了位于$27,000附近这个位置上的压力线依然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这条压力线呢，源自于23年3月份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构成的一个压力，因此呢，行情走到这里面反弹过程始终不能对这条压力线构成正式的完整的突破，行情依然处在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的4小时级别震荡和反弹的过程当中。那么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把时间级别放大到周线级别来看呢，在4月17日的这一周周线级别上刚才屏幕跳了一下周线级别上，在4月17日的这一周走出了一个悟空阴线，有了标志性的悟空阴线之后，在周线级别上就有可能走八节阴线、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我们看到它的上涨过程基本上是一轮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游更正一下是周线级别的上涨西游。那这个位置上，在周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已经走出来的条件下，它就有理由有可能走出与上涨对称的一个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如果最终能够完成周线级别下跌西游的话，我们给出的目标点位是在$22,000。对于以太坊来说它是略强势于比特币的。强势在哪儿呢？因为这个位置上我们没有看到以太坊在日线级别的一个唐僧阴线它走完悟空阴线之后走八节阴线组和沙僧阴线组，目前处在沙僧阴线组的震荡趋势当中。那么沙僧阴线标志性的阴线出现之后，后面的行情都是围绕沙僧阴线做的震荡但是它这个位置上没有出现唐僧阴线，是略强势于比特币的。虽然强势，但依然处在一个下跌的趋势当中。对于以太坊来说，它也同样非常容易在出现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当中的悟空阴线之后，后面的行情当中走出一轮周线级别的下跌西游。所以呢，对于以太坊来说，目前仍然是一个空头趋势。前段时间提到的几个山寨币呢，首先是 UNI目前在结构上接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发生了跌破，我们认为底部位置都是一个黄金坑的位置，特别是在收敛三角形跌破底边线之后，黄金坑就出现之后呢，下方都是对于现货或者是低倍多单来说一个很好的抄底的区域。对于 UNI 来说，我们认为本轮行情是应该重点关注的币种之一，原因是目前在 ERC20 上的土狗基本上处在一个爆发的状态，在 ERC20 上。那么 Uniswap 是最重要的一个去中心化的交易所，特别是在 Uniswap 出现 V3 版本之后那 V3 版本有什么特征呢？你在加池子的同时，可以限制这个池子的使用范围。这个使用范围指的是价格的区间不像 Uniswap 的 1.0 版本它是你添加池子之后只能是这个控盘的一个价格区间它是没有上限也是没有底线的但是 Uniswap 3.0 版本出现之后可以在一个价格区间上使用你的流动性这样呢提高了流动性的效率，也为提供流动性者提供了一定的资金保护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使用这个添加流动性之后有可能出现一些问题这个问题包括产生滑点过高导致这个损失那么现在 V3 版本出现之后，就可以减少这类的损失，可以在一定的价格区间内使用这个流动性使用你提供的流动性。
因此呢，目前啊，Uniswap V3啊3.0出现之后啊，对于Uni 的价格来说，我认为它有一个非常高的成长空间。就目前$5左右的价格来看，我认为未来啊，Uni 的价格起码在$100之上啊。因此呢，跌破$5之后啊，这个平台期跌破之后，目前 Uni 处在一个黄金坑的位置上。那我们还应该重点关注的是本轮行情当中的一个热点币种啊，CFX 啊，CFX 是香港板块龙头，在行情当中已经走出周线级别的悟空阳线、八节阳线，目前处在一个沙僧阳线啊，周线级别沙僧阳线的势力范围，在日线级别调整完成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啊，它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目前呢，在日线级别上，这个收敛三角形的上边线的这个位置上发动了一个突破，那么突破之后，上方空间有可能会被打开。同时呢，会员群朋友在4小时级别上就早在它的4小时级别50均线突破50均线、10日均线突破了144均线、169均线之后呢，就给出了一个进场位置。那么目前基本上已经获利10个点以上。那么行情当中呢，对于顺势而为这种海龟战法来讲的话是可以做的，因为在下跌的过程当中，一些强势币种就凸显了过来。强势币种凸显的一个首要标志呢，就是均线上的突破。它的这种突破方式呢，往往是从小的时间级别向大的时间级别上越移。所以呢，我们看到 CFX 从15分钟级别突破到小线级别，突破到4小时级别啊，依次对各个时间级别上发动突破。突破之后呢，就是成功出现了一个买点。有了买点之后呢，那么我们可以在你观察到的这个时间级别的144均线附近突破之后呢，做一个止损位的设置这个止损位呢，尽量也设置在这个144均线附近这样的话呢，就有可能有更多的机会把握到趋势上的利润。对于安安勾来说这轮行情已经提到了不少目前它处在这样的一个结构当中，这个结构呢，我在前天的行情分析当中也给出来了，就是目前在4小时级别上处在一个收敛三角形的过程。收敛三角形呢，接近近焦点的位置近焦点的区域上就是发生变盘的一个区域，因此呢，一旦回落到近焦点底边线这个位置$6附近就是一个可以进行布局的一个位置。如果跌破的话进行补仓，没有跌破的话一旦上涨我们就有所获利。但是行情的关键一定是建立在你和行情发生关系、发生联系之后，才能够获得利润或者找到合理的位置。对于土狗币种昨天我们提到了一个杯杯 RFD 这个币种呢，我们早在9个0105附近就是它还没有起涨之前就找到了这个币种。进场之后呢，高点和进场位置相比接近20倍，然后今天快速下杀回来。那么我们在拉升过程当中就已经不断的减仓，但目前还有一定的仓位。当前价格的这个仓位距离我们进场的这个仓位仍然有4倍仍然有4倍，所以呢，进场的时间、进场的点位对于这些土狗币种非常关键。这里呢有一个可以参考的工具在我这个收藏夹里面就是 DEX 的追踪器通过这个工具呢就非常容易的找到一些可以参考的币种这里呢我们点击新矿池然后选择以太坊网络它实时的更新目前上线或者添加矿池的这些币种。但这些币种呢，大多是垃圾币，大多是没有价值，很多时候呢，它们都是一些坑，因此呢，对刚刚出现在市场当中的这些币种不能够盲目参与一定要进行筛选因此呢，我们团队正在做这种追踪器和筛选工具这个工具一旦做好之后大家就可以立即使用使用的时候就可以通过我们的甄选辨别出你可能有机会参与的一些早期的刚刚加池子的一些币种因为每一天呢有几百几千个这种新币上线市场，一定要经过层层筛选才能够找到好的进场机会才能在这波土狗行情当中获利斩获你通过学习通过使用工具获得的利润所以呢大家耐心等待等待我的这个工具这个技术团队做好之后大家伙儿就可以使用。
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啊！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